喂，红姐，我和高峰已经到了在高床的位置。好。啊，小苏，我不是跟你说我在找那个高峰他亲妈吗？你不是让我小心骗子吗？我今天好像真碰上骗子了，我钱都给了10万。好好好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，我把地址发给你哈，你快点啊！哎，那小苏啊，你多叫几个人啊！我看这个女的有点疯，说话也不正常，你多叫几个人把她给抓起来啊！你不是在找曲梦吗？你马上就能见到她了。不可能！当年是你亲手埋了高峰的亲妈。我不知道，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敢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让高峰找亲生母亲？为什么不让高峰考警校？这么多年，哪怕有1秒钟，你不是自己骗自己，都不会到今天。都别摩擦，手脚都麻利点。高哥，咱别干了！妈的，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高大华，你看什么？动作快点！就剩你一个人，你就把活给我干完喽！我错了，我不知道是曲梦，我当时就想着别死在那些人手里，没想到是他，没想到真是他。你不要让高峰知道。来不及了，石像已经被撞开了，警察很快就会开始调查，高峰早晚都会知道关于他生母的一切。我该死，我去死，我去死！我拿我的命换曲梦的命行吗？想死没那么容易，我们的世界不是死就能够把它了解的。我去死，
我死了，警察就查不下去了。对我老婆儿子来说，你就是个诈骗犯。你说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红姐，我窝囊了一辈子，我就想让我老婆儿子能过个平稳的生活，他们跟着已经够苦了，别把他们见着行吗？我们都太懦弱。如果我们有去梦那么硬气，我们都不会这样活到今天。你答应我了是吗？侯姐，你答应我了是吗？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去死！我马上就去死！我们都该死，都该死。我们早就该死了。谁是张静家属？我是。怎么样了？轻度脑梗，好在送来的比较及时，不需要手术。最好再住院观察几天。去建档交费吧。啊，辛苦医生。不客气。谢谢啊。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喜欢用胰岛素泵吗？这么多年，我就图你照顾我，给我打针的那一会儿，哪怕就是一小会儿，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听话懂事的小姑娘。菲菲，别跟你妈妈一样，别走她的老路。闹了这么多年的荒唐，闹得一家人阴阳两隔。已经阴阳两隔了。你总说我流着你的血，我流着我妈的血，你就不怕我为了我妈跟你清算吗？你活了半辈子，藏了半辈子，说实话，我挺可怜你的。你这辈子都在逃避真相，杀人灭口，毁尸灭迹。白眼狼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你。我活了半辈子，算了半辈子，我算来算去又没算到，要去公安局举报我的是我的亲生姑娘。我跟外面那些时时刻刻想要我的命的人斗了一辈子，挣了一辈子，打下这么大一个家业，都是为了你。一张轻飘飘的自白书就让你们小杨来清算老子，把老子想成了杀人灭口、毁尸灭迹的恶魔。菲菲，30年前的冰川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，因为有了你，我才有了根儿。有了你，我才留在这个城市。爱是爱，罪是罪，抵消不了。自首吧，我陪着你去公安局，我跟他们坦白一切。
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我都还是你的女儿。放在我府礼上。和他讲道道。对不起，阿妈，我查我的事，连累到你了。你跟老头真的太像了，都是煮熟了的鸭子，嘴还硬，嘴上说着不为对方好，心里偏偏又挂记着对方。你对这个家还是有感情的，回家吧，好吗？鉴定中心说，高叔的视频和之前徐志阳上交的徐鹏行凶视频是同一个，只是被分成了2段。之前拿到的是第1段。高叔的事儿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这些事儿，张姨也不一定都知道。那都不重要了。吴菲菲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她一直联系不上，手机也打不通，他们家大门也紧闭着，派人盯着呢。现在要紧的是，我们需要尽快把吴菲菲保护起来。我对我小时候唯一的记忆，其实就是我妈跟我说，如果我觉得孤单的话，就去听听雕像里的声音。找我的时候，你不是在旁边吗？我和我妈像吗？应该不像。如果像的话，如果她把我当女儿的话，也不会这么狠心。帮个忙，帮我查一下阁楼着火之后，吴菲菲去了哪儿？把这辆车所有监控都调出来。停。高峰，经过监控排查，吴菲菲和吴国豪去过一次他母亲的陵园后，又一个人去了一次，但是去做什么，目前没有排查到。我知道，去告别，告别自己的童年。这是你妈妈的遗物，你想怎么处理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吴小姐，根据最新线索，我们需要对您的 DNA 进行鉴定，麻烦您跟我们回到局里配合调查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干什么？你在当着警察的面打人是吗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给你带走？苏警官，苏警官，谢谢您的关心。这不叫打人，这是我们独特的企业文化。拍打拍打，保持人间清醒。谢谢胡总。吴国豪，
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近期不能离开滨川。如果证实阁楼里的女人是你的妻子红月，我们会立刻依法进行处理。我不会离开的，你们抓紧调查清楚，还我清白。走，首警官，慢走啊！丫头。 爸，我走了，你自己保重。根据高峰和吴菲菲的推测，红月回到滨川之后所做的一切，似乎就是一步步引着他们对自己的身世不断的怀疑和调查。顺着这条思路，我们在2个证物圆球内部发现了一串数字。经过研究，我们认为这串数字就是经纬度坐标，它们精确地指向了蓬莱广场石狮像。但是，死者应该不会预知自己死后会被埋在雕像的下面。那当时他就留下这串数字，会不会是另有所指呢？在石像被撞开之后，我们对这片区域进行了例行的挖掘和调查工作。目前，我们没有找到其他的疑点。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，还有深度。既然这串数字明确地指向蓬莱广场，那就把它翻个底朝天。是。谢谢。DNA 检测的结果马上就出来了，这会儿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得知你母亲埋在下面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那段时间我经常在这广场上扎营过夜，有时候遇到晨跑的人，他们以为我是流浪汉，但其实那是我这些年睡得最好的几个晚上，感觉离我妈特别近。有时候亲人、血缘就是这样，彼此之间有一根看不见的线，无论怎么样都不会断。都是天意吧？人心怎么会这么巧？等真相查清楚，也许你的人生就会彻底改变了。怕吗？怕过，因为害怕，我已经逃避太久了。所以现在我也想弄清楚我那根线到底是什么样。
在比对证人吴菲菲和阁楼女士亲缘关系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，阁楼女士和吴菲菲没有亲缘关系。但意外的是，吴菲菲与高峰的 DNA 比对结果高度接近，且与白谷女士曲梦具有直接的亲缘关系。初步确定，高峰和吴菲菲系曲梦生下的异卵双胞胎。冷风台，冷风台，你真了不起。去医院吧。来不及了。我自己的孩子，我自己清楚。就刚刚，孩子肯定保不住了。命运真是捉弄人呢。从我怀这个孩子开始，我就是带着目的的，到最后还是没能保住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资格做他的母亲。这都是命，都是命。我欠我孩子的，下辈子我再慢慢还。曲墨，女儿给我，我来养，你舍得吗？这都是命。别哭了，以后我们俩都是母亲了。名字，孩子的名字想好了。男孩叫凤，女儿叫飞。我希望他们可以乘着风，展翅高飞。
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感应的？我不知道。说实话，我以前觉得别人说什么双胞胎之间有心电感应，我觉得那就是心理作用，我不相信。但是真发生在自己身上了，到今天，好像我身上发生的事儿，冥冥当中真的跟你有关系。我们俩都能听见歌儿，只要我那天，我居然真的梦到了你。还有就是，你能猜到我把地球放在了哪儿？好像在我们相认之前，就一直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们，只是在当时我们都意识不到，这意味着什么。是啊，我还一直以为那个人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从血缘的角度来讲，我多了一个亲人，但也少了一个亲人。所以我爸所以吴国豪的事儿，我需要一点时间去接受。我也一样。总之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们还是要谢谢自己，没有活成自己曾经痛恨的样子。还有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世界上另一个自己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吴菲菲。很高兴认识你，高峰。菲菲，小凤，生日快乐呀！人家爸妈要回来了，我让高大华带张静去看个电影。不用了，唱个歌，吹蜡烛吧。我们要吹蜡烛啦！来，吹蜡烛啦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来，吹蜡烛。唱个歌吧。应该你唱吗？应该你唱。我听说啊，孩子1周岁生日歌，当妈的来唱，他们能记得。菲菲啊，让妈妈给你唱个生日歌好吗？好，我替你唱。嗯。
犯罪分子很狡猾，在藏匿关键证物的位置比我们想象的更深。这次，我们发现了2具女性尸骨、2具引产婴儿的尸骨和1具男性尸骨。经过初步的检测，这些尸骨的死亡时间均早于曲墨。呈建资料显示，广场的位置在建筑前是一片荒地，符合埋尸条件。经过法医鉴定，这具男性尸骨的头部在生前遭受过物理撞击。同时呢，我们在这具男性尸骨的遗骸里还发现了一颗不属于死者本人的牙齿。我们猜测，这颗牙齿是死者生前遭受激烈撞击时犯罪分子脱落的。专案组申请正式向蓬莱集团吴国豪等嫌疑人发起调查，进行 DNA 比对。同意申请。是。在这个位置建一个狮子雕像。朱总，位置跟原来不一样，会影响整个广场的规划。你别聊什么规划了，冯长知道，萨师都算过了，经纬度也都有，必须要在这个位置建一个。行，就听吴总的。科长，上哪儿都行。不是，必须在这儿。必须必须标好了，算出来。没想到，煞费苦心了一辈子，最后被最信任的人出卖。哪来没有花的果，没有云的雨，没有风的火，全都生于苦场中，人人笑着舞，个个披着白做醉人啊，那秋空里的河也是青色的，人怎么舍得脱？苦主啊，恩是条不归的路，尽头什么都没有，因果交换角色。你们总说要给孩子留下点什么，宏远、曲梦，留下这么个哥，是这
个意思。马老师，喝杯水。许小姐，今天就不录奉献了吧？想唱点没唱过的，留给重要的人。这个伴奏带我很难找的哦，你得求我。求你啊！开玩笑了啊！阿斌，开工。吴国豪在城郊焚烧完物品之后，我们就失去了他的手机信号。他应该是对滨川的道路监控系统十分的熟悉。这是监控系统拍到的他最后出现的地点。经过天眼和身份信息比对，我们确信吴国豪并没有离开滨川。最先发现的那具男尸，身份确定了没有？经过高峰此前提供的信息，再结合男尸的骨龄特征，我们怀疑这具男尸是1993年失踪的杨文远，正在加急和高峰、吴菲菲做 DNA 比对。另外，尸骨遗骸身上那颗不属于死者本人的牙齿，要想办法尽快跟吴国豪的 DNA 进行比对。是。保护好高峰跟吴菲菲的人身安全。是。小杨，吴菲菲住进酒店后，你负责全程保护。别动！可惜了，可惜了。你挺聪明的，是个人才啊。有话你让他自己跟我说。现在到处都是天眼，全市搜查已经开始了，举报有赏。你猜你值多少钱？50万。你有证据吗？跟你说一声吧。警察那边很可能有你的最新罪证了。饭店的事儿你用徐鹏挡，杀人的事儿你用雕像埋。但你觉得你赢了吗？陈刚，把电话给他。是，我走。我知道我走不掉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有话想跟你和丫头说。陈康会告诉你时间地点。有话你跟警察说。你难道不想知道你们的亲生父亲杨文远是怎么死的吗？不想知道吗？就你和丫头来，
了一个答案，孤身守在门外，心中锋利的执念已将所有退路割断，蛛丝密布成网，每根都是引线，命运如刀头顶高悬，你咽下多少无奈，亲手将门推开，该来的总会到来，你停下犹豫的钟摆，只有黑尘